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新闻当事人。2014年刚刚过去了，在这过去的1年里头，您收获了什么？感悟了什么？又将在崭新的1年里开启什么？新闻当事人，我们在春节期间推出了特别节目《我的2014》，对话那些在过去的1年里头不断实现自我突破和成长的青春励志榜，聊聊属于他们的2014。我的2014之华晨宇，我就是我。哇，这么大一头猪啊！哥，我要跟他合个影。过去的2014年，火星弟弟华晨宇将其概括为3个关键词：音乐、赚钱和开心。因为我能够边做我想做的事情，还能赚钱，让我自己生存，这是一件非常怎么说，很自由、很随心的一个事情，都能够随我自己的心去走，所以我很开心。对。过去的1年对于花花来说确实是开心的1年。2014年一开年，还未大学毕业的华晨宇便登上了万众瞩目的央视春晚。面对这份外人羡慕嫉妒恨的难得机会，花花自己却有些淡定。所有的舞台都是一样的就是包括快男的舞台，包括我后来去央视的直通春晚，包括后来上了春晚，也包括我开演唱会。可能演唱会相对要自由一些，但其实这些舞台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，因为我怎么样都是我站在台上唱歌，观众在听，我把所有人都当作听众。我没有觉得春晚一定是多么伟大的、神圣的，它其实就是一个舞台，供全国的观众看而已。同样是在2014年，华晨宇在容纳万人的北京万事达中心举办了他的首场演唱会。加油！别紧张，加油啊！来，1、2、3，加油！加油！因为我之前没有办过演唱会，我从来没有站在舞台上一次性唱3个小时，唱20多首歌，中间不休息，我从来没有过。然后相当于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唱这么久，然后而且连开2天，然后所以当初我心里面是没有把握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做到，因为我没有尝试过。登上演唱会舞台的花花是内地第1位未发专辑就开大型个人演唱会的歌手，也是华语乐坛首位出道不满1年就开万人演唱会的歌手。演唱会门票在开售后1分35秒的时间里被秒杀一空，这样的好成绩也刷新了新人票房纪录。这个火星少年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。其实一开始我是第一反应是拒绝的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作品。然后我一直以为的是，我开演唱会的话，起码也要出个2张专辑这样子，起码有个10几首歌，对不对？然后所以我当时先是拒绝的，就是后来在我有一次快男的一个全国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场，我的歌迷有在台下全场都在喊，就是说，他说华晨宇，我们等你歌唱。后来我就回到公司，就有跟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说要不我们就办一场我个人的演唱会吧。对。阳光从不光顾，月光为我伴舞。
首卡西莫多的礼物灵感来自花花2014年开启的一次重要旅行——花儿与少年。这是大4学生华晨宇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远行。受湖南卫视《花儿与少年》节目组邀请，他赶在毕业考试之前前往欧洲，展开为期15天的旅行。少爷，这是我妈，这也是我妈，二妈，这个是我小妈，我小妈，奶奶，这是奶奶，不乖，不乖，不乖，你要。从没领略过异国风情的花花，总在旅行途中莫名其妙的掉队或者失踪。不是跑，我们刚才一直那么多人在那等你找你。是吗？对呀，你得跟着我们大队呀，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你去哪儿。回头要给你戴个帽子才行，老是找不到。因为可能大家走的会比较快，然后我总是掉队。对，就是因为我看到一些东西，我想多看一看，然后看着，等我再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大家已经不见了。为了守护这位率真自然的弟弟，旅途中许晴照顾花花的饮食起居，刘涛修改了大家必须一起行动的纪律，让花花自由驰骋在艺术殿堂。后来我也跟他们说了，我说其实我觉得花花说的是对的。如果说有些地方我想感受，但是因为你们走了，所以我就得走，那对他来说，他不就也成走马观花了？一个时间点我们集合不就行了吗？要不然这样大家这个想看看这，那个想看看那，我们就都看不见了。45分在这个位置看，去吧，可以。我觉得我是理解花花的，而且我希望我能够看到他快乐。他就像放飞的鸽子一样，他快乐不就可以了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跟着你？但是他不快乐，他就跟着你，那也没必要。我没有旅游过，我是觉得很好玩，是真的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没有尝试过，那我就去玩一下，因为我喜欢玩一些我没玩过的东西，对，我会觉得那样很有意思。对，本身在这个圈子就是应该去享受它。出过国外，第一次旅游。哇！哇，这么大一幅！欣赏沿途的风光，惊叹建筑、音乐、艺术之美。随着旅程的进行，迷糊的花花在姐姐们的庇护下一步步成长。这一路我都在去学习他们当导游的时候怎么看地图啊，然后怎么坐地铁啊，我都第一次坐，然后怎么去进地铁、出地铁，还有怎么去看那个牌子，然后就像今天落到我跟菲儿单独的时候，因为菲儿也不会嘛，就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，如果我要是不坚强一点的话，那他肯定就吓死了。2014年，华晨宇还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《卡西莫多的礼物》，里面收录10首歌曲，有3首来自他自己的原创。因为我并不觉得我会写歌，我就一定要告诉全世界我特别能写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，主要重要的是我喜欢音乐，我喜欢它是因为我觉得它好玩。对，我觉得我把它当做一个娱乐一个爱好，所以我才会写歌。好玩是花花老挂在嘴边的口头禅。2014年整年的好玩换来的不只是开心那么简单。就在这个月2号，华晨宇25岁生日的前2天，正在筹备第2张专辑的他，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——第57届格莱美音乐奖的邀请函。过去的2014年，华晨宇24岁。这个曾面对墙壁独自唱歌的少年，经历了一系列的奇妙旅程。如今，当他站在更宽广的音乐舞台，回头望去，那些关于2014的人生标记，一定都已悄悄地在他身上留下痕迹，会伴随他在接下来更长的旅程中走下去。
的沙漠里。过去的2014年，他们用持续奔跑的姿态回答了外界的所有质疑，也用一连串亮眼的成绩单突破了原本的自我设定。2014年的风景也许只是他们人生中短暂的一劫，但是这一年里面，他们洒下的每一滴汗，熬过的每一个黑夜，面对困境时展示出的每一个微笑，我们相信未来都必定会给他们更为丰厚的馈赠。